这里有一只猫咪，哎，这是活的吗？啊，是活的。这是野生的猫咪吗？它在这里干嘛？Hello，喵桑，它在晒太阳。呵呵，小猫咪过得挺滋润。呵呵，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和大家聊聊天吧，就我们聊一下哪些人适合通过语言学校的方式，来日本这边进行一个过渡。我现在的话是在一个寺庙里面，边走路一边和大家聊这个话题吧。首先的话，我觉得，你得比较适应这种孤独感。如果你能适应孤独感的话，你在日本这边至少说，在绝大部分时候不会特别的去恋家，然后不会产生那种崩溃的那种心理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在日本这边，绝大部分人他不太擅长社交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，如果你想在日本这边认识一些交心的朋友，这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。当然，如果说你是那种社交牛逼症患者，那么我觉得应该也问题不大。只要你足够主动，那么，你今天去参加这个俱乐部，明天去参加那个俱乐部，今天去参加这个活动，明天去参加那个活动，那么我觉得应该也是能交到非常多朋友的。但是如果说你像我这种性格就偏 I 人的话，你可能更多的是喜欢在网络上先认识，然后的话再慢慢的去交流，最后再约线下去见面等等。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，你可能就很难交到日本朋友，或者是说你很难交到一些比较交心的一些朋友。其次就是你来日本的话，你需要准备一笔钱，这个钱的话，我觉得一年大概15到20万左右人民币。我觉得这个数额的话，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讲，真的不低，一点也不低。你想在国内工作的话，要攒下15到20万存款的话，那在国内起码薪资得上万，我觉得，尤其是这种年轻人啊，就25岁以内的，我觉得可能5%都不到吧。你想在3-4年之内攒到20万，我觉得25岁之前，这种人真的非常非常少。我之前也给大家讲过日本这边大概的一个开销，对吧？大家如果感兴趣，也可以去翻一下那个视频，就是一个视频让你在日本这边生存下来那一个。就这边最大的一个开销，我觉得应该属于房租。房租开销挺大的，我的房租的话是4300一个月，我觉得我70%以上开销都是在房租里面。至于饮食这一块的话，如果你平时比较节省一点，然后自己做饭，或者说偶尔出去吃，我觉得，价格不会太贵，我觉得完全能够控制在1500左右。接着就是，如果你想来日本，并且通过语言学校的方式来这边进行一个过渡的话，那么你得需要看得进书。就怎么说呢？不需要你成绩特别好，也不需要你特别擅长学习，但起码你上课的时候能够认真听讲，准备考证书的时候，你需要能够认真下来去复习、去看书等等。就如果你是那种上课就想睡觉、看书完全看不进的那种，那我是不太建议你通过语言学校的这种方式来这边过渡。那你干脆花几万块钱，然后去想办法获取一个人文签，直接进场。我觉得这样子可能会更加好，不然的话，你来这边之后，就你每一天都会特别焦虑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像那种从小就没怎么读书，然后你一心就想着来这边打工挣钱，但是你选择的是通过语言学校的方式，那么你就会每一天都特别焦虑。你上课的话你又听不进，然后下课的时候你自己又不够自觉，没办法去主动的去看书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。当然，如果说你完全不擅长读书，并且你在国内这个学历也特别低，那么本身你想通过留学签的方式来日本这边，实际上过签的概率也不是特别高。在我印象中啊，如果你想申请留学签的话，来这边留学签可能需要你高中或者是说高中以上就应该可以。我现在所处的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墓园，早上这边没有什么人，
然后特别的清静，这种自然的感觉非常不错。今天的气温特别低，今天只有5到10度，所以说我穿着入冬的衣服。然后我也想讲一下日本这边的一些优点和缺点。首先，日本这边的话，它是一个特别有礼貌，然后我觉得素质算比较高的一个国家吧，整体素质。但是在日本这边生活的话，它的便利程度是完全比不上国内的，而且它的这个生活成本是国内的至少3倍，我是觉得至少是3倍。我举一些很简单的例子啊，就比如说你在日本这边，你点外卖，它这个配送费是非常贵的，绝大部分它都是不免配送费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在这边网上购物，它的运费也是非常贵的，除非你开那种会员。然后那个会员的话，我不知道具体的价格，不过我感觉，网上购物还不如去线下实体直接购买呢。还有就是在日本这边，如果你特别晚的时候，你想出去吃个宵夜，或者是说吃各种美食，那基本上不太现实，除非你是去便利店买一个便当，然后加热吃，这样子。但是你像在国内的话，你想晚上凌晨出去吃个烧烤啊，或者说吃点其他的东西啊，那都是非常方便的，对吧？这个生活便利程度来看，中国绝对是 No.1， 我觉得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是想生活更加便利一些的话，我觉得你就待在中国就挺好，而且生活成本又低，想干嘛就干嘛。但是有一点，日本这边比较好的就是，我感觉啊，日本这边工作它的压力可能会比国内低那么一点点，工作的氛围可能会比国内好那么一点点。因为在这边绝大部分人工作的时候，他都是非常客气、非常礼貌的，所以说，也会让你的心情会比较愉悦。有的时候你在国内，你想请教别人一个东西，或者是请别人帮个忙，就感觉求爷爷告奶奶的那种感觉。但是在日本这边，我觉得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日本人喜欢玩表面上一套，然后内地你一套，但是你不管怎么样，表面上它让你心情比较愉悦了，我觉得这个也挺好，对不对？然后我想讲一点，就是日本这边的一个薪资这一块。首先，日本这边它的薪资的一个下限它是比较高的，比如说东京的最低时薪它是1150左右，那么就相当于55块人民币左右，相当于你在东京这边，你不管是干什么，就算你是刷盘子也好，你最低也能拿到1个小时55块钱人民币这么一个薪资，相当于1个月你最低你也能拿到1万以上的一个工资。但是日本这边它的一个薪资的一个上限也是非常低的，比如说你是 IT 行业，你在国内的薪资能达到2万。那么你来日本这边，如果你考虑薪资问题的话，实际上是非常不划算的。在日本这边，据我了解啊，有很多人他工作5、6年了，他在这边的一个薪资大概也就25万日元左右1个月，就相当于国内的1万2。那么这个薪资是非常非常低的。对于 IT 行业来说，你在国内的话，你工作5年，我觉得起码也得有一个1万5左右了。但是你在日本这边的话，你工作5、6年，薪资就一直保持在1万2、1万3。说实话，在日本这边1万2、1万3的一个工作，一找一大片。我觉得甚至你去一些居酒屋，你都能拿到这个薪资，真的。所以说，如果你在国内的薪资就比较高的话，那么你得考虑日本这边的一个薪资问题。据我所知，在日本这边，就算是大厂，它的薪资也基本上就2万左右，很难突破3万。但是我们换位思考，如果你在国内的薪资是低于8000的话，那么你来日本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你像你在日本，假如你1个月能挣到1万3，那么你除去开销，如果我们的开销比较少的话，我们可以1个月把开销控制在5500左右，那么你每个月能够存下6、7千块钱，这对于你来说，在国内是不敢想象的一件事情。所以说，这种人就非常适合来日本，我是这样觉得啊。好的，目前我就想到这么一些问题。我觉得如果你这些问题都考虑了的话，那么你可以考虑来日本。好的，我再带大家转一下这个寺庙，然后我们就结束吧。
这个寺庙挺大的，然后有很多鸟，非常的安静，也挺干净的。大家可以听到这个乌鸦的叫声，然后里面是禁止吸烟的。因为我对这边不太熟，所以我不太敢进入那种室内的场合。进入室内的话，在日本这边绝大部分地方它都需要脱鞋，你不能穿着鞋进去。而且我不太确定这个室内场合能不能拍照，所以说咱们尽量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吧。万一这个不能拍照，然后我拍了，会被别人说的。哇，这里有一只猫咪耶！这里有一只猫咪耶，这是活的吗？哇，是活的，这是野生的猫咪吗？它在这里干嘛 ？Hello，喵桑，它在晒太阳。呵呵，小猫咪过得挺滋润。呵呵，很多人可能这个时候已经在上班了，小猫咪还在晒太阳。日本这边的建筑有一点点像我们中国古时候的那种庭院的风格，我指的是寺庙。现在这个时间点，已经有一些人来寺庙里面进行观看或者说祭拜了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里面就有一些人进去了，然后里面是需要脱鞋的。我估计很多人来这种寺庙进行一个祈福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挂了非常多的纸，这里面都是他们祈福，里面都是写满了字。和国内那种抽签，用那种小卡片去进行抽签，有一点点相似。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钟，我偶尔也能听到有人在这里敲钟。哎，大家听到了没有？这里也有非常多。这个寺庙叫妙法寺。这边还有一个蜡烛是点燃的，大家看到了没有？这里的香火都还是点燃着的。这里是一个蓄水池吗？这里在滴水，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2个勺子。我看过一些视频，就是有些人去用这个勺子舀一瓢水淋上去，再许愿等等，特别有意思。不过我没怎么看到有人在这边进行操作，所以说我们也不去尝试了吧。等以后我们对这些东西、对这边的文化比较熟的时候，我们再这样操作吧。好的，我们就简单看一下吧。等以后我交了日本朋友，我胆子变得大一些，并且我对日本的文化特别熟悉的时候，我再带大家仔细的去看一看。好的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